心，用爱一起分享。别害怕去梦想 ，Never give up 向前闯。世界上没失败，除非你认输投降。别害怕去梦想，倾听内心的愿望。就算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现在就要出发，未来才能抵达。汗水和眼泪在飞扬，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带着勇气前往，拒绝半途返航。执着是我们的信仰，要用好的倔强，朝远方飞翔。所以你偷钱是为了买想要的东西？佳宇，你怎么？你真的太傻，也太没有智慧了。主任，对不起。佳云，你希望妈妈觉得你体贴节俭而感到高兴，可是你却用偷钱来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你想想看，乱花钱跟偷窃，哪一样比较伤妈妈的心？主任，你要记我过，你要罚我都可以，我拜托你不要告诉我妈妈好不好？佳宇，我可以不记你过，也可以不处罚你，可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为什么？你爱妈妈，就要让她真的了解你，让她知道你需要什么。可是这样会伤到我妈妈的心。隐瞒你妈妈才会让她更伤心，这是欺骗。佳宇，必须要告诉妈妈真相，才让妈妈跟我一起帮你。妈妈信任你，也信任学校，可是这个信任的某一角现在已经开始动摇。我必须做出正确的补救跟加强，而不是用隐瞒跟蒙蔽，让这个信任走向瓦解。如果你真的需要用钱，家里经济确实又有困难，为了不造成妈妈的负担，我可以帮你安排校园攻读，或者帮主任的个人电脑处理资料，我再额外付你攻读费，这样可以吗？可是你要保证不再犯，而且每周要缴交近似语研读心得，定期跟我谈话，让我确定你有没有真的改过。这个承诺，我们要当着妈妈的面再说一次，让新人回到原点，重新再来。还有佳云，5500不算少哦，可不可以告诉主任，你用这些钱拿来买什么？主任，没有，我只拿了5张100元。什么？真的，这么多钱，我怎么敢全部拿走？不信，我等一下全部拿给你。这么说来，把所有钱偷走的其实另有其人喽。我相信佳玉没有说谎。怎么那么复杂啊？好像在演名侦探柯南哦。佳云会偷钱，也让我很意外。我甚至觉得，这难道也是一种人格分裂吗？我发现要学要懂的事情还很多，包括犯罪心理学。对啊，还要学推理耶。可是我的推理能力大概只有卡通片的程度吧，可能跟毛利小五郎或是少年侦探队差不多。关于这件事，我想到了这个地步，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对不对？哎，直接约谈许书海吧。这个学生一直是长期辅导的个案，上次放鞭炮的事情，大家一定还印象深刻吧？哪一间？
天放鞭炮301。在干什么？没干嘛，我们又没有在放鞭炮。这也不可以，这可能会引起火灾，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明明就有同学说你们在放鞭炮，鞭炮呢？交出来！快！你搞什么？哦，马桶坏了，我赔就是了嘛。许先生，赔偿不是我找您来的重点，重点是小海。小孩怎么了？他要欠修理了。他现在是住校，要不然呢，我再好好修理他一顿，下次他就不敢了。许先生，小孩是人，他不是物品，不是说修理一下就可以好的。你想想看，从小到大，你修理过小孩几次？可是他的偏差行为还是继续发生啊。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啊，所以我把他送到池中来，看看你们能不能感化他。没想到都已经过1年了，可是还是这个样子。许先生，小海的行为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是可能触犯公共危险罪的，你知道吗？这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找你来是希望你能跟我们合作，一起找出问题的症结，而不是撇清这是谁的责任。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在推卸责任是不是啊？你们学校是干什么的？不是强调人文教育吗？小孩的教育不好，还讲的什么话？许先生，您先别激动。吴教官，你先把小孩给找过来。请坐，请坐，许先生。啊，胡教官不是这个意思，您可能误会了。他就是这个意思，莫名其妙嘛！小孩的教育不好，想干嘛教训我啊？什么话啊，你这是？误会了，误会了，先请坐。哎，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是太激动了点。哼，我觉得啊，小海他父亲一直搞不清楚小海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也许他根本不愿意面对。几次约谈小海，他总是显得很沉着，脸上完全没有那种心虚或是害怕的表情，让我觉得他的这些偏差行为好像都是故意的，故意要逼他爸抓狂似的。当他知道他爸有多生气的时候，他脸上似乎露出一种很诡异的笑容，会让我觉得他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是惩罚爸爸的一种手段，或者是报复，很有可能。可是，包括偷窃行为在内吗？博文查过去小孩的辅导记录，他开始偷窃的行为是从小学5年级开始。其实他家并不缺钱，所以他会偷窃，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上次的鞭炮事件，小海他竟然说他看见火花和鞭炮爆炸，觉得很刺激，很好玩。虽然他自己说也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心态，可是我怀疑这可能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那天他点来鞭炮，本来是往窗外丢的，听见同学说我们来了，情急之下就顺手往马桶里丢，企图湮灭证据。没想到鞭炮没有熄灭，反而爆炸了。还好是炸坏了马桶，没有人受伤。那是寒假过后刚开学第1个礼拜的事情。难道说他寒假的时候受到了什么刺激吗？我问他，他不说；问他的家长也没有答案。可是我总感觉每次他只要回家再来，情绪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说，小海的行为绝对不是叛逆调皮那么简单。我甚至觉得鞭炮事件都还好处理，他屡戒屡犯的偷窃行为，那才是最严重的，因为这很可能是心理疾病。我想，归根究底，问题还是来自于家庭。主任是说，是小海父亲教养态度的偏差吗？恐怕更为复杂吧。小海，我想你应该知道，上一次你偷室友的钱，我们是决定你留校查看。如果你这次再犯，我们就要用校规处理。这一点，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佳云已经交出他拿走的500块，可是皮包里一共有5500块。也就是说，如果佳云只拿走500块，那后面就有其他人拿走了剩下的钱。小海，你是真的忘了东西才会分组教室的吗？你为什么相信佳云，不相信我？有一句近思语，你一定学过：一个人不怕错，就怕不改过。改过并不难。你背得很熟啊，小海，你非常聪明。那请你解释这句近思语的意思给我听。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啊，又不是只有小孩会犯错，大人也一样。可是大人犯了错，常常改不了，或者根本不承认。所以我不觉得这句话对我有什么意义。只要是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犯错。我现在不管别人，只针对你。小海，你真的认为自己没有错？说了这么多，你就是要我承认偷了钱，可是你有证据吗？我根本1块钱都没有。你再说一次，你1块钱也没有？是啊，我是没有钱。好，希望你没有骗我，否则我就没有理由相信你了。我想你也累了，我请邱老师带你回去休息一下，我随后就过去。看来小海是固执的，不打算承认了。我要告诉他，我已经保留皮夹当证据，随时可以送去请专业人士采取指纹吗？那是逼不得已的做法。姓名、座号写好以后，将你们右手的5个指纹印在纸上。盖好指纹的同学，抓着你纸张的4个角角，从第1排第1个拿到前面来。如果可以斗智，我何必恐吓孩子？现在的我，毕竟跟以前不一样。我的胃怎么会这么痛啊？难怪，原来我是忘了吃午餐了。喂，学务处你好。哦，曾主任现在不在耶，请问你是？要邀请我们主任去演讲啊？啊，请问是什么时候？嗯，好。那地点呢？你的联络方式是？好，等主任回来我会转告他。不客气。我是训育组组长江宇璇。好的，拜拜。主任，有人邀请你去演讲哦。你看一下，这个呢是邀请人跟联络单位，他们说正式的邀请人过来。这个呢是邀请人、联络单位。主任，你先过来坐一下。我跟你讲，好，我知道，我帮你拿。小心。来，水。主任，有没有好一点？没关系，我坐一下就好了。大概是我太累，精神又紧绷，再加上中午没有吃。主任，
你今天忙到没有吃中饭呢？真是的，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不干你们的事，大家都忙，是我自己粗心。主任，没关系啦，这是老毛病。你说谁请我演讲？哦，来，你看，麻烦你帮我回个电话给他们，说基本上时间没有问题，但是详细情形，例如说演讲的方向，请他们再跟我确认。好。主任，你要不要先回宿舍休息一下？不用不用，邱博文跟许书海还在男生宿舍等我，我坐一下马上就要过去了。那主任，我那边有饼干，你先吃一下吧。好啊，谢谢。接下来我该采取的下一步是，有句话叫"此地无银300两"，你听过没有？邱老师，主任，好了，小海，换主任继续问你。我们延续刚刚的问题，你真的1块钱都没有？这是你的存钱筒吧？这么重，里面应该存了不少钱哦。那些都是铜板，是我到福利社买东西用的。哦，你的意思是说，你都用铜板到福利社买东西？对啊。每一次都是？好，那请你告诉我，你上次去福利社买东西是什么时候？买了什么东西？你记得吗？就是今天早上，我去买了巧克力。好，那我打电话去问问看。喂，福利社吗？我是学务处的曾主任。我想请问你们，今天上午有没有一位国中部的学生拿着一把铜板去福利社买巧克力？你们有印象吗？好，谢谢你们。刚刚福利社说，今天上午是有一位国中部的学生到福利社去买巧克力，不过不是用铜板，而是用一张1000块的钞票。那又怎么样？又不是在比记性。是没有怎么样，不过那证明了你对我说谎。你说的1块钱都没有，只是辩解之词。小海，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喽。是要怎么样？你们大人可以偷情偷人，我们小孩为什么不可以偷钱？小孩，你在说走开啊！我说，大人可以偷情偷人，我们小孩为什么不可以偷钱？钱就是我偷的，那又怎么样？就是要！我爸从我国小5年级就有外遇，钱都不拿回家，我要常常哭，常常哭，常常哭，哭得我快烦死了！爸也烦死，一直都为了那个钱跟女人吵架。我讨厌钱，我讨厌钱，我讨厌钱啊！没事了，没事了，小孩，乖，没事了，没事了。
我已经跟小海的导师谈过了，他导师同意开奖惩委员会，而且我已经跟小海导师达成默契跟共识。就是以小海最后的意愿作为考量。你知道吗？小海一直想回家，只是他爸不愿意。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在会议中会充分讨论了。你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很累，早一点休息吧。我还好啦。要吃了没？吃了啊。哦，阿凯的大学推荐甄试准备的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好啊，他觉得 OK 就好咯。没关系啦，这个周末我再回去帮他做最后的确认就好啦。那你也早点休息。晚安。晚安。近似语说：“天上最美的是星星，人间最美的是温情。”可是，如果乌云遮蔽了星光，心也失去了温度，我要怎么样帮一颗冰冷的心恢复温度呢？睡不着？那个许书海的事情怎么样？小海还好啊，只是累了，折腾了一整天。晚上主任和我又跟他谈了很久。小海说他不想住校，想回家陪妈妈，可是他爸爸又不肯。再这样下去，我跟主任都担心小海的行为和心态会越来越偏差。我实在很难想象，一个学生心里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每天还要正常上课生活，他是怎么撑过来的？想想实在让人于心不忍啊！你是啦，以前学生犯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怎么处罚他们才会怕，从来也没有去想过探讨他们犯错的真正原因。我甚至都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咎由自取，一点都不值得同情。反正我的职责就是处罚学生，处罚学生。可是这学期以来和曾主任密切的工作之后，看着他一件一件处理学生的问题，我也开始思考什么叫做教育理想。所以害你也失眠了。以前失眠的时候，我肯定要出来点根烟的。可是自从我戒烟之后啊，我就换成跑步或者是其他运动来疏解或转移了。怎么样？想玩吗 ？Why not? Let's go， 跟我就去。走。好。我发现跟曾主任在一起工作久了，还有一个影响。什么？就是大家的英文程度都变好了。你说也包括你吗？是啊，你不觉得吗？真的假的？小海的事情交付校务会议讨论后的结果，决定让小海接受辅导转学。小海他父亲那边恐怕会对学校的建议很不谅解啊。那是一定的。不过许先生那边我会尽量去沟通。但是真相是残酷的。可是如果不去面对，问题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尤其是他们的亲子关系。几年以前，我曾经希望尽一切努力留下被学校勒令退学的孩子，因为我相信孩子留下来，我才能紧紧牵住他们的手，走向光明。王凯，
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错，我只是难过。为什么没有一双手可以及时拉住你？为什么要让你跟孩子这么辛苦？为什么？老师，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已经很满足了。谢谢你那么认真的教我，谢谢。可是这一次，我却必须送一个内心伤痕累累的孩子回到父母身边，让一个破碎的家庭有机会重新修补关系。这是孩子的功课，也是父母的功课。让小孩转学，什么意思啊？放弃啦？你们这什么大爱嘛？徐先生，这里先请坐。徐先生，这是我们基于爱孩子，在现阶段做出对孩子最好的建议。自从小海入学以来，他偷窃、违反校规的行为，我们也都有通知家长，学校甚至也请了慈济医院的心理治疗师来辅导他。可是这一次，他又再次偷窃、违反校规，而且金额庞大。如果留校查看没有办法改变，把孩子带回身边，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呢？你不要跟我说的这么好听，满口的仁义道德，你不给小孩子机会嘛？是什么爱的教育？我们已经给过小海很多次机会。上次他犯错之后，他也亲口承诺，真的是最后一次。可是他并没有办法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人生永远没有真的最后一次，那我们要怎么样教育孩子？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诚心悔过，彻底改变？这你们一定有方法的嘛？要不然我把小孩子送来这做什么？我了解，你们把孩子送来慈中，我们也就会尽一切的努力去帮助孩子、辅导孩子，了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可是这一份教育爱，绝对不能成为纵容的借口、犯错的靠山。更何况，我们已经了解，孩子的问题出自于家庭。小海的导师和我们学务处已经跟小海谈过很多次，他说他想回家住，他不忍心让妈妈一个人，他觉得妈妈需要他。小海也承认，他会违反校规，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情绪。他说他回家住，他的心情会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必须尊重他的感受。他的感受啊，小孩子随便说说你也信啊？徐先生，小海开始偷窃的行为是从他5年级就开始了，不是吗？那段时间你们家发生什么事，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有的时候，家长觉得把孩子推远了就可以逃避问题，其实问题，它在你们看不见的时候会变得越来越大。我无意过问您的私事跟家庭隐私，可是如果事情对学生影响有这么大，我就必须做出对孩子最有利的选择。请您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小海承认偷窃后，学务处跟他的谈话记录。记录当中，小海终于说出他的心理症结。请您看过之后再告诉我，是不是应该把孩子带回身边？小海说，他想先请病假回家陪妈妈。如果您同意，我可以请我以前教过、现在在念大学的学生到府上去替小海补习功课，也就是请一位家教，不要让他课业进度落后。这段期间，学校也会给予小海最大的支持跟协助，也会继续辅导小海。小海会偷钱，是因为他的心被偷走了。您是父亲，
也是唯一可以把心还给他的人。一个孩子的心被偷走了，是因为他的心先被掏空了。为什么心会被掏空？是谁偷走了孩子的心？这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因素，也许是社会的冷漠，才造成了没有心的孩子，才使得孩子豁出去了，才使得孩子放弃了自己，什么都不在乎。我对待学生一向的态度是，只问过程，把握因缘。如果我们自认是成熟的大人，那就应该在孩子犯的错误当中，找出自己的责任。我们可以运心转境，用无比坚毅的正念和有智慧的执行力告诉孩子：你变不变好，决定权不在你，而是在我。因为我一定要你变好，即使用尽我所有的力量，也在所不惜。接着，要有积极的爱，智慧的爱，不要被小爱束缚得透不过气来。多去关怀苦难的世界，用大爱打开心眼，才能体会清水之爱的自在欢喜。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些故事可以给为人父母的作为警惕跟提醒，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深思教育的问题。别让孩子的心被偷走了，那就真的来不及了。感恩大家，阿弥陀佛。奇怪，正光怎么打了那么多通电话给我啊？喂，正光。我在演讲，你忘了？什么？阿凯推甄上了台大地质系，太棒了！你先帮我恭喜他，说晚上会再打电话给他。是哦。曾老师，老公，现在有人找我，我晚点打给你。好，拜拜。你不是大爱电视台的秀芳吗？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是来听您演讲的，还有重要的事要找您谈。还好您还认得我。我怎么会不记得你？你来我们学校拍过好几次影片呢。你说有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啊？是这样的。于真，老公，谢谢。走，我们先去你爸妈那一边，阿凯、阿伟都在那等你呢。为什么？在那边庆祝啊？是啊，你们还特地做了阿凯最喜欢吃的菜来奖励他呢。走吧。今天庆祝铁定要跟爸喝2杯了。就叫真心话时间。你们这么快就把节目名称敲定了？是啊，那天我跟秀芳聊得很投机，理念也很相同，所以聊过之后，节目内容就大致底定了。可是我知道你在担心我的身体状况，还有我的时间够不够用，对不对？知道就好。你想想看，广播节目毕竟不是在聊天，你还得花时间整理学生个案，甚至自己把故事写出来，那都要花时间的。你了解我的个性，我整理资料一向清楚，不会耽误我太多时间啦。玉珍，其实你那一天演讲的时候，我有先打电话到办公室，是宇璇老师接的电话，我跟他聊了一下。怎么样？宇璇老师说，你为了处理上一次的偷窃事件，曾经累得在办公室发病过，这件事你都没提。哎呦，那个没有什么啊，我休息一下就好了。你看，你总觉得不是大事，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对不起吗？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的身体。老公，我知道你接下来会说，没关系的，学校有宇璇老师、郑芬老师来照顾你。可是
我上礼拜在家里感冒发高烧，就没有人照顾啦。对不起，我知道现在说这3个字也没有用，我可以体会你的感受。一转眼，阿凯就要上大学了，过完暑假，阿伟要从国中毕业了。是啊，阿伟如果也到外地念书，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老公，我说过的话我都会记得，我会在适当的时机回归家庭。你知道吗？其实参与广播对我来说也是为以后铺路啊。怎么说啊？我想过了，如果有一天我离开学校，那么一个谈教育、爱的广播节目，不就像是一个没有边际的教室一样，可以让我在里面继续和很多的家长还有老师分享慈济的教育理念，还有我的经验吗？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你一定要准时收听哦。放心啦，我不只会听，我还会先当一个广播电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各位后山姐妹的异想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芳。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在节目中增加一个新单元，叫做真心话。开始了，主任的节目开始了。在这个真心话时间里面，我们特地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在慈济中学担任学务处主任的曾玉珍老师。真的是主任哎。曾老师将在这里以他多年从事教育的经验，和大家分享很多孩子的故事。希望透过这些真实感人的故事，把教育爱传递给每一位关心孩子也关心教育的人。难得来人间一趟，要像蜡烛一样，点燃了会有泪，但总比没有燃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玉珍。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单元，是我到慈中任教以前所发生的故事。我把这个单元取名叫做“只牵你的手”。为什么叫“只牵你的手”？我把故事讲到最后，大家就会知道了。故事的主角，我们就叫他小智好了。他是从外校转来的学生，年纪已经满18岁了，所以他比班上的同学成熟很多，个子也高了很多。若真的开讲故事哦，等下我会正经的呢，等下会预生给学生个故事哦。他的背景，他曾经做过黑道。哎，钟秘书，请问欧校长出去了吗？曾主任。欧校长今天请假。请假？我怎么不知道？是临时有事吗？有事，他有事。请问主任有什么事吗？我可以帮忙转达。周秘书，你怎么了？没有啊。你有。校长他是请什么假？是谁打电话来的？是他女儿打电话来的。为什么？他们交代我先不要说的。可是欧校长他突然心肌梗塞，已经被家人送到医院去急救了。什么？我啊，每天去爬山啊，运动，自以为已经很注重这个养生跟健康，哪晓得那个身体老早就在抗议，该换零件了。你看，一个小小的不舒服送到医院来检查，谁知道会这么严重？哎，这段时间真的是辛苦你们啦。校长，我们听医生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您现在就好好的休养，身体健康最重要。学校的事呢，你就不用操心了，有他们在啊，一切都没问题的。我知道，真的很谢谢你们的付出啊！尤其是曾主任，辛苦了。我辛苦？不会啦，有他们帮我。
你别嘴硬啊！你看看我，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啊！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千万不要硬撑啊！哎，你们几位要多帮我注意一下曾主任啊，尤其是毕业旅行马上就要到，可千万不要让他累坏了。校长，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注意主任的。曾主任只要电力一减弱，我们就会强迫他休息的。是啊，校长，我们会一起努力，等你回来的。哎，现在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现在是要校长好好疗养，又不是我。哎，我现在已经故障了，被放在休息区。你不一样，现在你还是在使用中啊，所以要特别的小心才对。是啊，每次主任不舒服又不准人家说。看病的时候大家都刻意保持轻松，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心脏的事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所以还是会替欧校长担心啊。这么说来，你的责任又更重了。我还好，只要欧校长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大家累一点不算什么。我知道，我会注意身体的。哦，对了，阿凯开始整理行李了吗？你跟他去看过学校宿舍没有？好，他喜欢就好了。会，我会的。你也是要注意保健啊，毕竟我们都不年轻了。晚安。晚安。就是不年轻了，才更要珍惜相处的时光啊！我怎么感觉正光今天的声音听起来好寂寞？是因为君凯就快要去台北念书了吗？老公，我知道你希望我回家陪你，只是欧校长这一病，你又说不出口了。哥，什么事？你快收好了。差不多啦。哦，对了，我留下来没带走的东西就留给你用，记得别把我房间弄乱就好了。哦，好。哥，去台北住校以后，平常就只剩下我和爸在家了。有差吗？以前我也都补习到很晚才回家，反正阿公阿嬷每天都会过来啊。可是有时候爸爸很晚回来，阿公又常常看电视看到一半就睡着了，电视都还开着啊。那你就把电视关起来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那是什么意思？阿公阿嬷为了照顾我，每天跑来跑去，这样也很累啊。哦，你知道反省啦？哥，我是说我也要毕业了耶。所以嘞？我决定和你一样去花莲。你是说，你高中想念慈中，要去念的话，就要念到毕业，不能中途反悔哦。既然学校每一个处室都一致通过了，要参加本年度全国友善校园比赛，那我们学务处一定要全力以赴啊！我觉得我们还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去看怎么表现最恰当。可是这点我并不担心，这本来就是我们慈中的特色，现在只是要把这个特色让更多人看见而已。你的考试成绩实在很不理想，你父母难道都没有督促你吗？是我自己功课不好，请你不要怪我爸爸妈妈了。我因为个人的健康问题而耽误了校务，始终觉得很抱歉。新任的校长人选也已经决定了，我相信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正式的公布上任了。这段时间谢谢你了。君伟，不是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吗？
不行，要是其他同学也发生同样的状况，难道他们可以打电话给学务主任，叫主任载他们去车站吗？老板，一个便当多少？1个60块。那一个茶叶蛋多少？这么刺激啊！我知道，对你来说，这世界有一